走着。终于可以出发了，科长。水猴子，科长，我猜啊，那边是闹水猴子了，合理吗？水猴子最爱干这种事儿，把人往水里拽，然后吓个半死。我看没这么简单哦。资料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那个被捞上来的人说什么山洞，什么雕像，水猴子可不会搞泥塑，他连自己的窝都从来不收拾，一堆烂泥巴。有雕像，说明是有脑子的东西。管他是什么，水猴子也好，山精野怪也好，只要害人的，通通劈了就是。看看，科长就是科长，就这淡定的姿态，咱俩在这猜了一路，人家心里早就把剧本写好了。跟着咱科长就是好，什么法器都不用带，什么材料都不用准备，就带2个人，一个开车，一个陪聊，到了地方直接干，干完收工回家。以前跟宋哥出任务，光备用罗盘就得揣3个，还得带一兜子符纸。好好看路，别等会儿到了地方，你先掉沟里。就那儿停吧。我就说吧，哪会这么简单，一点阴气都没有，干净的跟刚拖过的地板似的。水猴子过境必定留腥味儿，这里一夕娘必定留腥味，这里连一丝妖气的残渣都没有，说不定是这爱干净的水猴子每天刷牙洗澡还给自己喷花露水。你见过哪只水猴子刷牙？它连牙都没有，拿什么刷？伯伯，跟您打听个事儿，您听说过这河里有金元宝的传闻吗？那都是乱传的。小伙子，你不会是专门从城里跑来找元宝的吧？上个月也有2个城里人开车过来，拿个铁锹在河边挖了一下午，挖出几个啤酒冰盖。你们这代人怎么连这种话都信？哪能啊，刚好路过这儿，想起以前听一个朋友说这条河挺神奇的，什么河里能看见金元宝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我这不正好路过吗？就好奇停一脚，真有元宝还能轮得到我？早让村里人捞光了。我在这里土生土长60多年了，从拆裆库就在这条河里摸鱼，河底有几块石头我都数得出来，都没见什么金元宝，都是我们村有个娃娃前阵掉河里了，被人捞上来以后就开始满嘴胡话，一会儿说河里有金元宝，一会儿说大山洞有个妖怪，你说这不是瞎扯吗？他也不想想，金子怎么可能漂在水面上嘛，肯定会沉底的呀。那娃娃也是怪可怜的，自从掉河里以后就没人信他的话，连他爹都说他脑子进水了。可我瞧着他别的时候都挺清醒的，就是一提那条河就犯糊涂，半夜做噩梦鬼叫鬼叫的。那这个人还在吗？住在哪儿？在啊，就那家。除了有时候乱说话，半夜做噩梦鬼叫鬼叫的，其他时候都正常。你们要是想去找他，他这会儿应该在家。看见那烟囱了没？他妈正给他做午饭呢。那娃娃叫大军，你叫他大军他就应你。你没有感应到什么吗？科长，我们感应是需要一点媒介的，光靠空气感应，我们还没修炼到那个段位。要是有个具体的东西让我们搭个桥，哪怕是模糊的影子也行。见过那东西的人行不行？活人当媒介应该比照片管用吧？那当然行，人是活的媒介，比照片好使100倍。你们找谁啊？我们这儿的河里有金元宝呀！我表哥听说上个月路过，说亲眼看见了一个这么大的，在水面上飘着。我们几个专门从城里开车过来，就想问问是真的假的。要是真的，我们也去捞一个。有，我亲眼见过，你们信我？村里人都说我胡说，说我掉河里之后神志不清，我爹都说我犯糊涂，可我是真看到了呀，我2只眼睛亲眼看见的，这么大一个元宝在水底下飘着，跟点了灯一样亮。你先别激动，慢慢说。哎，你肩上落了点灰，我帮你拍拍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雕像的表情跟活的一样，那绝对不可能是人雕的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好像也在看我，我吓得转身就跑，一脚踩空，然后就从河里冒出来了。你们要是去找，千万别看他的眼睛。他说的是真的，河里的确有东西，有元宝，有山洞，还有个雕像，不是幻觉，也不是做梦。我看到那个雕像了，浑身漆黑，眼睛的位置有2团暗红色的光，绝对不是善类。那种感觉怎么说呢？不是凶，是邪，光是看着就觉得浑身发冷。那个山洞里不只有雕像，我感应到了别的东西，太快了，没看清是什么，但肯定不是人。先回车上再说。跳到水里就进入了别的空间，这不像水猴子能干出来的事儿。水猴子只会拽人下水，这听起来更像是有人专门设了个饵。有没有可能是平头阁的魂魄被带入了别的空间？他的身体还在水里扑腾，但意识已经被拽走了。说得通，他魂魄确实不在自己身体里，至少那几秒不在。我感应到的画面不是他眼睛看到的，是他魂魄去到的那个空间，难怪水底下找不到痕迹。既然你们感应到那个山洞了，现在能不能找到它的位置？不是河里的入口，是山洞本身的方位。就在那座山半山腰有个洞口，被杂草盖住了，很近，开车过去几分钟就到山脚。好，出发。走吧，科长都进去了，咱俩还在这站着，丢不丢人？
你们先出去。靠，这尼玛究竟是什么玩意儿？别弄死，先困住，还得问话，弄死了就问不出来了。这么小的雷，跟上次劈猪腰那条差远了。姐，有用吗？科长引的雷虽然细，但胜在威武有力。细怎么了？够用就行。太溜了吧，还能自己编笼子。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乃山中精怪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是什么精怪？我说，我乃山魈，修炼成精，死后魂魄不散，在这山中蛊惑人心，让那些贪财的人奉我为神。金元宝是我变的，山洞也是我造的幻象，就是为了引人过来。我吸他们的阳气，他们以为在做梦，其实是被我抽干了。刚才那个小子跑得太快，我没吸几口他就醒了。所以河里有人跳下来，谁就被你拉进来，然后你吸他们的阳气，让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个噩梦。等他们醒过来，身体已经被掏空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倒没害死过人，就吸几口，我就是饿了几百年了。这样作案是吧？等着，我找个真神来给你鉴定一下。难怪身上光的颜色这么奇怪。奉你为神，胆子是真不小啊！你也配？你们进来吧。这是山丘，你以前见过？没有亲眼见过，只是在书里看到过记载。《山海经》里提过，说状如人而蓝面，赤鼻白须，身背黑褐毛，跟这个一模一样。我一直以为是古人编的神话。是以前那个异端教派，那个教骚人自相残杀，后来被打击掉的非法组织。是，早些年借着那个教派的名头收过一些信徒，他们拜我，我就给他们办事。都是用什么供奉的？回答他。以女人或婴孩的血肉供奉。你都是怎么蛊惑人心的？说来听听。只要村民们给我供奉，他们越信，我的能耐就越大。那这些人供奉后有什么好处？他们的愿望无非就是发点小财，都不是什么大愿望，我给得起。你这些年都吃掉了多少女人和小孩？10来个。近些年信奉我的人越来越少了，不是我不行了，是没人供我了。那就让他灰飞烟灭吧。走吧。怎么了这是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小时候听过的故事，没想到是真的。科长，前面有2个鬼在打架哎！开近点儿，听听他们在吵什么。站住！你们俩在吵什么？为什么打架啊？他一直缠着我，不让我去投胎。我走到哪儿，他跟到哪儿，跟了我不知道多久了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才和他动手的。你休想！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我要永远缠着你，这辈完了，下辈子也别想好过。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一个缠着另一个不放，这得多深的羁绊？不会是那种关系吧？不是，你们误会了。我叫毛顺平，他叫罗宇，我们俩就是一条街上的邻居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但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，是天敌。哦，邻居不让邻居去投胎，说说。我跟他呀，打小就不对付。毛哥，数学卷子发了吧？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啊？还行。还行是多少啊？求你，不会是20吧？别在他面前。我记得上次你就没及格呀。哎，毛哥，你这双运动鞋都穿了2学期了吧？怎么还不换一双啊？还能穿。哎，对自己好点嘛。你能闭嘴吗？你为什么就不能闭嘴？笑吧，你尽管笑吧。
哎，毛哥，好久不见！毛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也老大不小，该结婚了吧？你看看我，老婆小孩都有了，这才是圆满的人生嘛。女孩子要求别太高，差不多就行了。男人别你妈了个背！你说的对，接着说呀，你不是很能说吗？你们俩先回车上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他缠着你，你打不过他，打来打去谁也赢不了。直接去地府吧，判官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。阳间的恩怨阳间了，到了那头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多谢小哥，多谢，我是愿意去的。我做错了事，杀了人，该怎么审判待就怎么审判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，我不逃。这可由不得你。我能不能不去？我还没准备好。下车，溜达溜达。你们找找看，搞事的源头在哪里？是科长，终于轮到我们了。找到了。居民区，不能在这儿审。科长的锁魂链使得越来越顺手，闭嘴，别拍马屁。你们俩怎么死的？滞留人间想干什么？我们是被害死的，要报仇。科长，他们不对劲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过。你们俩下车，再去周围看看有没有遗漏。既然说不清楚，我自己看。哥，谢师傅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别走了，我烧了几个菜，必须留下来吃。哎呀，别麻烦了，就是帮个忙的事儿。人家谢师傅帮这么大忙，连工钱都不肯收，你烧的菜能拿得出手？那不行，不收钱就算了，饭再不吃，这不是打我脸吗？这人参酒我泡了好几年了，一直舍不得喝。今天哥和谢师傅都在，必须开了它。你还藏了这种好东西，怎么自己不喝？我酒量不行，喝这浪费。你们喝，你们喝。谢师傅，这杯我敬你，今天真是帮大忙了。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谢师傅，哥你醒醒！谢师傅，救命！快打120！事情我了解了，你们现在想怎样？找邓金瑞索命？是他害了我们，就得赔命。你呢？你也是这想法？是，我们要他死。傀儡。科长，我们刚才发现有一道目光一直在暗中窥视我们，我们顺着那道目光找过去，感应到了一丝淡淡的妖气，对方藏得很深，差点让他躲过去了。妖气在哪儿？带我去看。就在那扇窗户后面，但科长你现在可能看不到。妖物附身在人身上，怪不得藏得住。这么大，别废话，抬上车再说。附近的动静是你搞出来的，什么目的？我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呀！几位大人不能仗着有本事屈打成招呀！我就是只老实修炼的小老鼠而已。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让雷劈了你！辛苦修行这么多年，一朝尽毁，说不定还要灰飞烟灭，自己掂量。这位大人，我并未危害人间，天雷如何劈我？科长，我们组对妖类了解不够，但4组组长吴义成他擅长这个，要不要叫他过来？叫。陈科长好，麻烦你了，吴组长。有点意思。陈科长问你什么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回答。敢耍任何花招，这团火，或许我就控制不住喽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说，是我控了这2个阴魂，让他们吸附近人的阳气供我修炼。这厮实在是狡猾至极。科长，老鼠的本性如此，他们和人生活久了，听人言，懂人性，自然就更狡诈了。科长，被吸走阳气的人会有什么症状？精神萎靡，浑身无力，嗜睡，贪吃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阳气减少对寿命的影响很大。科长，你看看我身上阳气是不是被吸走了？你俩身上阳气足得很，别想太多。能符合那些症状，纯粹是因为懒。哼，有办法把阳气从他身上剥离出来，还给被吸的人吗？有办法。科长稍等。这把匕首是家里祖传的，专克邪物，可以试试。需要把鼠妖抬到开阔地方操作，要麻烦陈科长帮忙。我们来。接下来我会用这把匕首刺破他身上7749个穴位，刺破时他吞噬的所有阳气会从穴位泄出，回到被吸的人身上，已去世的除外，以及他这一身修为也将回归天地。不要啊，我只是吸食阳气而已，罪不至死啊！你们不能这么残忍，不能！你修行数百年，少说吸过成千上万人的阳气，多少人间接被你害死。说到残忍，放过你，
才是对活着的人最大的残忍。必失职。这尸体怎么办？总不能扔在这儿吧？他体内是不是有妖丹？要不挖出来看看？别费力气了，他一身修为和血肉精华都已经回归天地，现在只是一副毫无价值的皮囊，找个僻静地方烧掉就行。吴组长，麻烦你带着我2个队友去处理尸体，这次辛苦你了。科长客气，若不是你先用雷霆束缚住他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鼠类妖物最擅长逃跑。几位师傅高人，我们没有害人之心啊，之前都是被逼的，不听那鼠妖的，他就会让我们魂飞错散。你们还有什么心愿？心中还有怨气吗？没有，弟弟一向敬重我这个兄长，我们是一母同胞，他绝不会想害我。没什么好怨的，或许这就是命吧。既然他已经赔了钱，也说过会尽力照顾我的家人，算了。既然如此，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吧。你们被控制做出的事并非本意，判官会公正处理。科长，那死耗鼠烧掉了，哎呀，浑身轻松。科长，今天那个吴组长，他身后那个狐狸，你看见了吧？上车，下班。差点被发现了，那个用雷的得记下来回去禀报。哎，这一天天忙的都快冒火星子了。庞日伟，1991年出生，家里家境一般，毕业后做了上门女婿。今天跑了6组客户，腿都快断了，总算签了一单。你今天又没接我电话。白天在谈客户，手机开了静音，怎么了？宝宝发烧了，我一个人抱着他去医院，排了2个小时的队。你在干嘛？你在谈客户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下次你每次都这么说。你看看人家直播间里的男人，又温柔又体贴，你呢？你回家就往沙发上一瘫，连句话都不想跟我说。丽丽，我不是不想陪你，我每天在外面跑一整天，我也想回来就跟你聊天，但我真的太累了。这个家的房贷、车贷、孩子的奶粉钱，太累。你以为我在家带孩子不累？我每天都在崩溃边缘，你关心过吗？丽丽，我们能不能不吵了？你说什么我都听着，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？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要什么。阿伟，你起来，你别吓我！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妈妈，半年没一个电话，他以前每个星期都打，雷打不动，是不是出事儿了？叔叔阿姨，快进来坐。妈，阿伟的公司真的出大问题了，欠了好多钱，他不敢见你们，让我跟你们说声对不起。他没事就好，让他给妈打个电话，钱的事不要紧，人没事就行。这就结束了，怎么没有后续？凶手还没判，所以你滞留在人间是因为这个。我愿意去地府，但想再见他一面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阿伟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能下这样的狠手？
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我连一个手指头都没对你动过，你竟然因为一点小事就杀我！对不起，我也不想的。那天宝宝生病了，一直哭，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，你都不接。借口，全都是借口。是我没有陪你去医院，可你迷恋的那个主播，他陪过你一天吗？你花了那么多钱在他身上，他陪过你一天吗？还有我爸妈。你知道他们是农村人，一辈子省吃俭用，20万，那是他们所有的积蓄了。你杀了我，还骗他们的钱，查丽丽，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？我知道错了，阿伟，求求你原谅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我们走吧，我随你去地府。不是，就这样，你不是来要他命的。本来我也以为我恨极了他，可真正见到他，我还是不忍心。她毕竟是我曾经真心爱过的人，也是我女儿的妈妈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！顶级恋爱脑，王宝钏来了都得甘拜下风。很奇怪吗？你们人间男男女女爱得要死要活，执念深重，死后不能放下的比比皆是。可是他老婆杀了他呀！查丽丽这种人，他还配活着？他自己都不计较，你不过是个外人，他自己都不想报仇，你就别管了，下班吧，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喂，老宋。科长，我这边发现了一个人才，你要不要审核下？他擅长捞尸，还懂一些别的东西。具体要不回单位细聊，正好我把人也带过来了。行，我们马上到。科长，这位就是我说的。陈科长你好，我叫方黎，今年42岁。42？不是吧？你看着跟我们差不多大呀。之前有些奇遇，学了点驻颜术。方女士，老宋推荐你的理由是捞尸，能具体说说吗？我从小在河边长大，熟悉各种河流的水情，而且我可以感应到水中的异常气息，能准确找到溺水者的遗体位置。有没有处理过灵异事件的经验？有一件事，我这辈子大概都不会忘。我们那边有块水域，有一年特别不太平，水鬼抓替身这种事大家都知道，但一天一个，没听说过这么邪乎的。那地方有个邪门的点，尸体不会随水漂，只在一个地方打转。尸体捞上来以后，脚踝上都有一个黑乎乎的巴掌印。但有一次，一个外乡人掉了进去，家属想找人捞尸，没人敢接，最后开了一个天价。你接了？不是我，是附近一个青年同行。那小子水性好，下去没多一会儿就找到了尸体。他浮上来换了口气，又扎下去。再上来的时候，身后拖着那个外乡人的尸体。可就在他们把尸体拉到船边，那只脚还挂在船沿上的时候，水面突然炸开，一只惨白的手从水下猛地伸出来，攥住了尸体的脚踝。那力道大得惊人，船身猛地一歪，差点被拉翻。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快帮忙！比刚才重了好几倍。红喜服、大肚子、血红的眼睛，还有獠牙，几乎所有能犯的禁忌全让他一个人占了。那一船人当天晚上回去开始发高烧，整整烧了7、8天，一个个瘦得脱了相，才能勉强下床。从那以后，那片水域彻底成了禁地。村长，不是我们不讲情面，那东西已经不是尸体了，那是僵尸啊！水里怎么会有僵尸？我不知道。可那獠牙我们几个是亲眼看见的，还会动。要钱还是要命，我们还是分得清的。我去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，可能年轻吧，天不怕地不怕的。我把它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。本来村里打算扔乱坟岗的，但觉得8成也是个可怜人，就把它埋在我自家地里。过了2、3天，我去地里收菜，大清早的，天还没亮透。我当时什么也没想，转身就回家拿了铁锹。掰不动，他力气大的不像话。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对着那尸体说了一句话：
这孩子你要是不给我，放在棺材里早晚得死。给我，还有条活路。我刚把那孩子抱回家，喂了几口米糊糊，家门口就来人了。一个道士，头发是白的，脸看着也就20多岁，进门就说要找徒弟。我爸说这儿没他徒弟，他二话不说推开我房间的门，这不就是我徒弟吗？然后那老道士抱着孩子撒腿就跑，我追了他一路，追进深山老林里，他突然凭空消失了。我正懵着呢，虚空里伸出来一只手，把我拽了进去。然后我就看见了一座道观，藏在深山里，气派得很。那老道长站在门口，笑眯眯地看着我说：“我接我徒弟，你追我干嘛？”我当时觉得他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怕不是个骗子，就随口说了一句：“那我还是要容颜不老吧。”从那天起，我就再没老过。那些道士让我泡了几天的药澡，黏糊糊的一股中药味儿，然后我就这样了。头发是染的，三高是有的，除了这张脸没变，我跟普通中年妇女也没啥区别。方女士，我问一句，你不在乎那些禁忌，是不是和你带的东西有关？好家伙，拇指大的蜈蚣珠，这么大的蜈蚣珠，宝贝啊，正经宝贝，你们不知道也正常。这东西只有修行了几百年以上的老蜈蚣才能孕育出来。蜈蚣修行本来就难如登天，所以蜈蚣珠有价无市，极其难得。佩戴在身上可以辟邪祟，泡在水里就能解毒。怪不得你敢说没有捞不起来的尸体。方女士，你明早来办入职手续，明天开始正式上班。谢谢科长，我早就想找份稳定的工作了，总算如愿了。陈科长，麻烦您跟我来。小陈啊，快来坐。小陈，最近工作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困难？谢谢局长关心，目前工作进展顺利，没有太大困难。今天还吸纳了一位新成员，擅长水域方面的案子。其实你入职以后，我们一直有派人暗中保护你的父母，这事儿之前跟你提过。我知道，这也是我放心住到市里的原因。但我们今天接到消息，你家附近莫名出现了一些鬼物，试图对你家人下手。人没事儿，我知道是谁。你需要什么，局里全力支持。多谢连局，我先处理一下手头的事儿。大人，我有要事禀报。哦，何事如此紧急？有人要对我家人动手。实在是胆大包天，竟敢对凡人动手！来人，速速召集日夜巡游，立刻查明此事。是。此次贪腐之事也有结果了，参与此事的阴差全部处死，罪名隐瞒不报，同流合污。最底层的人有选择权吗？活是他们干的，好处是上面拿的。事情败露，死的却只有他们。第4层孽境地狱，狱长之位空悬，各方势力几公商讨，至今无果。道教、佛教、地府3方都想争，自然没那么容易定下来。他们来了，麻烦二位了。林局，多谢你有先见之明，否则竟然都是上百年的膏肓鬼。高阴鬼是怎样害人的？此鬼藏身荒，居心而存，一旦附体，能令人得重病。鬼居膏肓极难驱除，故有病入膏肓之说。卑鄙无耻！你与10位阴帅私交甚好，他们断不会放出此物害你家人。我与其他3位判官更不可能。那么，能调动此等鬼物的，就只能是6岸公曹以及他们之上的存在了。身居高位的人，已经不把人命当命了。陈毅，你放心，不管是谁想对你家人出手，本判都一定为你讨一个公道。随我去见阎罗王。来人，召6岸公场。1殿秦广王到，2殿楚江王，3殿宋帝王，4殿武官王到。
6殿变成王，7殿泰山王到，8殿都市王，9殿平等王，10殿轮转王到。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为何如此匆忙将我等全部召来？若不是方才细细感应了一番，一切无碍，本王都要以为地府快被人攻破了。禀诸位大王，判官陆之道有事启奏。殷帅陈毅家中现被恶鬼环伺，其母亲被鬼物缠身。我得到的消息是，这些鬼物乃地府之人放出去的。究竟是谁如此胆大妄为，竟敢干预凡人之事？下官不知啊，不知道。真有意思。来人，立刻去把陈毅家附近的高轰鬼抓来，本王倒要亲自看看是谁有如此胆量，敢破坏地府的秩序。是。不过是几只高荒鬼罢了，或许是陈毅自己招惹了什么仇家呢？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？是啊，不过是下面的人小打小闹罢了，如何就上升到地府秩序了？今天这事一定会有个交代。泰山王、都市王、平等王与阎罗王是一派，变成王和轮转王是另一派。这4位不说话的、不表态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了。禀大王，属下赶到时，其余高荒鬼已被灭口，唯有此鬼附身在陈毅母亲身上，才被属下擒获。而陈毅母亲现已病入肺腑。事情变麻烦了，人若死了，找个替罪羊便是。可现在人没死，鬼被抓了活口，这就棘手了。现在不能乱，不是时候。是谁派你去陈毅家害人的？速速招来！不会说话了，那便行刑吧。受完刑，就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还费那功夫做什么？直接打到魂飞魄散便是。就当是给陈毅家人赔罪了。既然人没死，就不是什么大事，何必恼得地府鸡飞走上？我说，是明曹官派我去的。明曹官，本王往日真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。冤枉啊！下官冤枉啊！不知是何人指使这高皇鬼，竟然胡乱攀倒到下官身上，下官实在是冤枉。哼，冤枉？那这只高皇鬼为何偏要说是你指使的？这或许是这只小鬼故意污蔑下官，企图混淆视听。不能认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认。只要咬死不松口，轮转王和变成王一定会保我。哦，是吗？就是他指使我去害陈毅一家的。阎君，这一定是有人设局陷害下官，下官绝对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啊！死到临头还敢欺瞒！泰山王，区区小事，怎能劳驾你亲自出手？我来便是了。轮转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？我能有什么心思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地府的稳定。你们俩别争了，我来吧。都市王，你也太心急了吧？这是我们的共同事务，应该由我们一起处理。哼，你少废话，谁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？都市王，你不要含血喷人，我只是为了维护地府的公正和秩序，不想让你们乱来而已。泰山王和都市王在抢，轮转王、变成王在拦，2对2势均力敌。但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，绝不能让高阴鬼落到阎罗王那边，因为碎魂追溯。他们怕的是阎罗王亲自来。
阎罗，你非要如此吗？今日之事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让你们在此潇洒多年，现在有件事需要交给你们去办了。差爷只管吩咐就是。此事只许成，不许败。成了，届时上面自然会给你们大大的好处；若是败了，哼，就等着灰飞烟灭吧。差爷，不过就是2个普通人，怎么会失败呢？这2个人是普通，但他们是一位新晋阴帅的父母，或许会些手段。差爷，这可使不得，让我们去对付阴帅的家人。哼，阴帅又如何？得罪了明曹官大人，还想全身而退？这次一定要给陈毅一个教训，好教他再不敢多管闲事。你们这帮废物太慢！我们来晚了，他们已经被灭口了。还好还有个活口，这下可以向泰山王复命了。完了，没有辩解的必要了，连我贴身的随侍都被抓来了。阎罗王只需再对他施展一次碎魂追溯，所有的秘密都会大白于天下。到那时候，就不只是我一个人死了。愚蠢！事后为什么不立即灭口？但凡聪明一点点，也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。明曹官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下官无话可说，认罪。还请十殿阎王明鉴，伦崩路贪腐之事，下官的确不知，也从不曾参与其中。季曹，你先起来。明曹，你为何要如此针对陈毅？我与4层地狱狱长勾结，开辟了一条财路，但却被陈毅撞破捅了出来，怪我好事，所以我就想给他个教训。将高黄鬼灭口的事，也是你做的？是。那之前出现那枚地曹官的亮牌又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命手下偷来的，就是为了在事情败露之时可以栽赃给他。诸位大王都听到了，下官当真是被陷害的。那么，又是谁在背后指使你呢？明操，无人指使，一切都是下官自己的主意。下官喜好奢华，重欲重贪，所以才做出如此糊涂的事。还好，还算识相。若敢把我牵扯出来，他的家人、朋友，一切与之有关联的人都将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剥夺其明曹之位，赐神形俱灭，取消其家人一切优待，永世不得再入阴曹。诸君可有异议？可。神形俱灭，没什么，至少没有牵连家人。如果还能重来，我一定不会走现在这条路。处罚已定，那么现在便来谈谈对陈毅的奖励和补偿吧。